当你开枪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就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同样，当你开炮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是不是也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呢？问题是有那么大的消音器吗？还真有啊！不信你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接着讲榴弹炮上那些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照片中装着炮口消音器的是一台德军的 M109G 自行榴弹炮，这是西方一种非常常见的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武器。为了将弹雨更有效地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呢，它拥有相对较长的炮管和较高的炮口出速度，同时呢还可以装入多份的推进药来进一步的提高炮弹的射程。但结果就是动静相当大。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动静呢？消音器可以吗？在说可不可以之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枪炮射击时之所以会发出巨大的噪声，主要有3块来源。一是伴随子弹飞出枪口的大量火药燃气突然膨胀时发出的爆鸣声，二是子弹超音速飞行时发出的音爆声，三是各个部件之间的机械撞击声。其中第一项带来的噪音最大，也正是消音器试图要抑制的对象了。它采用的基本原理就是让火药燃气不是在枪口突然喷发膨胀，而是逐级扩散消耗的。为此呢，消音器通常有这样几个结构类型：一个是利用隔板。在这样的消音器里面，有很多个或垂直、或倾斜、或呈现出碗状的隔板依次排列，它们由金属或者是橡胶制成，只在中间留出能够让子弹通过的小孔。于是，原本跟着子弹一起前进的高压燃气就这样被一级级的阻挡了下来，同时还能形成涡流，进一步的减缓冲击的速度。等膨胀到最后从消音器的出口挤出来时，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声音自然也就小了。第二种类型是在材料上下功夫，可以利用多孔的材料，比如缠绕的钢丝网或者是铝屑填充层，利用它们之间的缝隙来增大火药燃气膨胀的阻力，从而减缓冲击速度，吸收多余能量，降低出口噪音。第三种是直接使用密封垫来阻挡燃气的，它是最简单干脆的。就是在消音器的圆筒里面塞进去数层用橡胶、泡沫等材料制成的密封垫，中间开小孔，甚至是不开孔，让子弹和燃气硬生生地从中间挤过去。燃气的速度是降低了，但对子弹的速度也有影响啊。而且用过几次之后呢，密封垫中间的开孔也被撑大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通常不会单独使用它。实际上，现代武器上的消音器一般都是以上这3种形式的组合，以便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但这里通常有个误会哦，都是被影视剧给骗的。你以为装上消音器的手枪在开枪时只会发出啾啾啾的声音吧？但其实根本不是的，它的响声依然可以惊动邻居。消音器最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保护射手的耳朵的，所以榴弹炮上的消音器是为了保护谁呢？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位置遭到暴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投诉，不被远在1英里外的民众投诉。是的，欧洲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从德国梅彭市的市中心只需要走上1英里就能够来到陆军射击场了，而响彻天际的开炮声只需要用5秒钟就传到了正坐在小广场上享受着啤酒的人们的耳朵里面了。请问他们的内心还能够继续淡定吗？但士兵不能不训练啊，要训练就要开炮，要开炮就有噪音，有噪音嘛，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台巨无霸消音器了。至于它内部结构长啥样呢？我也不知道，但从它造价20万美元来看，应该用上了不少的好东西吧。好了，这大概算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贵的消音器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推车你是很有可能见过的，但是推坦克，准确点说是推自行火炮，想必很难见到了吧。作为曾经亲自推过公交车的人呢，我表示很佩服。现在的车辆发动机都已经很好了，尤其是大多数的公交车其实已经换成电动了的，所以很难再有机会去体验这种众志成城的群众运动了。别说群众运动啊，就算是摇曲柄这种个人运动，咱们现在也是很难体验到了。汽车上都是一键启动、自动启停，连钥匙都可以不用了，哪里还能给你机会锻炼呢？正当我陷入了绝望的时候呢，我收到了这样一条粉丝留言：都21世纪了，启动坦克为啥还要用手摇？是真的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科学的启动一辆坦克。
事实上，用手摇这事儿呢，还的确是真的。当然，前提是启动电机的电瓶没有电的时候。之所以要用手摇呢，跟活塞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有关。拿常用的4冲程发动机来举例，它们分别是吸、压、爆、排。先是活塞向下吸入可燃混合气体，然后是活塞向上压缩气体，接着是火花塞点火引爆气体之后推动活塞向下运动，或者如果是柴油的话，就是直接压燃的。最后在惯性作用下，活塞向上运动推出废气，从而形成这样不断往复的工作循环。但注意啊，第一个吸压的过程，发动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完成的，因为此时还没有爆嘛，那就需要别人来帮他爆一爆了。摇曲柄实际上就是在帮发动机完成这个过程啦。以前老式的车辆由于技术成本维护的原因，没有装启动电机，或者是装了启动电机，但是电瓶不给力，就需要手摇曲柄来启动发动机。如今嘛，发动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最多只需要把钥匙一插一拧，靠电机就把发动机给启动了。汽车是这样，坦克当然也是这样的啦。所以坦克电瓶的保障工作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啊。不过话说，启动坦克也是需要拧钥匙吗？这个就不一定了。有的坦克确实是需要拧钥匙的，比如豹2，钥匙孔看起来跟我们经常骑的电驴没有太大区别，总共有3个位置，分别是锁定、供电和开启。拧到开启之后呢，只需要按下启动键，坦克就可以在电脑程序的控制下自己完成一系列的检查工作并启动了，非常容易，甚至有点傻瓜，有没有啊？而有的坦克则完全不需要插钥匙，只需要坐进驾驶舱按下按钮，坦克就启动了。比方说这辆。也有很多舒适的坦克呢，尽管不用钥匙，但操作起来反而好像更复杂一些。我们拿一辆 T55举例，当你坐进驾驶舱之后，首先要完成一些基本的检查工作，比如看看变速杆是不是处于空档，油门刹车踏板是否工作正常，燃料供应系统里面是不是有空气等等。接着就是正式的启动步骤了。第一步打开高压气瓶的开关，因为 T55的发动机呢有2种启动方式，电启动和压缩空气启动。第二步，按下电源开关。第三步，向发动机里面泵入机油，并等待油泵指示灯熄灭。第四步，同时按下电启动与空气启动的按钮，启动发动机。第五步，控制油门，使发动机的转速稳定在600转的水平，慢慢的等待它进入状态，然后呢，就终于可以上路了。还是豹2的自动挡更舒服一些啊。不过更酷的是那些装了涡轮发动机的坦克了，在啪啪啪的搬动了一系列的按钮后，就可以跟塔台申请起飞了。只是我在想啊，要是没有钥匙，那不谁都可以爬上去把坦克开走吗？开什么玩笑啊！陆地巡洋舰是那么容易让你开走的吗？必须装把小锁，把舱门锁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汽车脏了就要洗，那么坦克要是脏了呢？也是要洗的吗？但怎么个洗法呢？这讲究可就不一样了啊！咱们来看看，先来看全自动的德国。再来看半自动的美国。这个是专门负责来搞笑的吗？
最后啊，战斗民族当然是要与众不同啦，必须是 muscle powered， 全手动。虎式坦克上面的主炮啊，原本就是用来防空的88炮。那么问题就来了，它被装上坦克后，还能再打下飞机吗？当然是可以。它真实的就发生了一次啊，简直堪称航空史和装甲史上的双料奇闻了。1943年底的东线战场，德军正在从溃败的列宁格勒围困战中撤退。当时负责为其掩护的是第502装甲营，他们装备的呢大多都是性能强悍的虎式坦克。其中有一辆的指挥官名叫奥托·卡利乌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坦克王牌，确认击杀的记录超过150辆，胸前别着代表最高荣誉的橡树骑士铁十字勋章。然而跟他下一个记录比起来，前面这些似乎都很普通了啊。为了追击这些落荒而逃的德国人呢，苏联派出了他们的杀手锏一流声 IL-2 对地攻击机，带足炮弹，挂上炸弹，甚至插上火箭弹，发动一波又一波不间断的攻击了。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干啊？因为这架飞机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嘛，即便是算上民用飞机，它也是整个航空史上产量最多的飞机之一了。而且不光多，还真的是很好用啊。能装大量的弹药不说，其正面呢还覆盖着一块完整的装甲，在俯冲攻击时就给了飞行员极大的安全感，让它成为了公认的二战期间最好的对地攻击机了。你想，在这种来自空中的强大压制面前，德军的撤退有多艰难啊？地上的老虎再是王者，他也管不到天上去啊！奥托尤为沮丧啊。虽然 IL-2 不管用什么弹药都是打不穿他的坦克的，但是他们也只能是在这种攻击下呢，被迫缩在装甲里面，几乎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嘛。既帮不了被痛揍的其他单位，也无法为自己加油和补给。当然，也更加不可能伸头出去用防空机枪扫几架敌机下来了。你应该还没有忘记我们刚才说的 IL-2 的头上是有装甲的，机枪奈何不了它，但是它发射的机炮分分钟就能灭了任何敢冒头出来的坦克手了。怎么办呢？在这个区域，德军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嘛，难道就任着苏军的飞机欺负吗？奥托再也忍不下去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就在他的脑中成型了。用坦克炮来打飞机。没错，尽管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虎式的主炮原本就是防空用的88炮，但是第一，虎式里面没有一发是高射炮弹。第二，它的射击系统呢，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高速移动的物体而设计的，是无法设置像防空炮里面的瞄准提前量的。实在是要打，顶多只能去蒙了嘛。蒙就蒙啊！奥托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炮手尽管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决定豁出去，跟着感觉走一把。于是他们就利用自己唯一的优势，那就是掌握了苏联飞机的进攻节奏嘛，提前摆好架势，在新一波飞机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刻，朝着他们开出了一炮。第一发没有打中，但奥托并没有放弃，而是指挥炮手重新装弹，再次通过声音判断出正在接近的敌机后呢，开了第二炮。这一次炮弹穿过了一架 L-2 的机，丢掉一半翅膀的飞机呢，于是冒着浓烟一头就栽到了冰冻的土地上，窜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所有人都看呆了，只有奥托的车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啊！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坦克炮打下了一架飞机。